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兼任研究员严正声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马上来关注一下这个大陆的洲际导弹。那这个洲际导弹呢，我们从地图上面来看它的这个距离可以到这个12000公里也就是说往这个第二岛链的方向可以发射过去。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议员就很担心就讲说哇，这个射程在12000到15000之间那代表说可以到达美国的本土以及呢太平洋所有军事的设施通通都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引发了美国相当大的恐慌因此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美国赶紧要派小老弟出来？就说你对准我，我也派我小老弟对准你那我们来先看一下玉渊谈天有解密这张洲际弹道飞弹他们在现场发现的这个相关的细节。那这个细节里面讲到说呢，就是根据军事专家这个张军社他讲说，敌方会透过卫星各种手段来找寻发射井的位置因此呢他们这个地下发射井发射是最容易被打击的一个方式。换句话说呢，他们这一次不采取这个方式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不会被发现，可以2次打击就是提高洲际弹道飞弹的生存能力那还有人讲说其实这一次中国大陆还没有出最狠的杀招就是还没有出动到东风41，而是东风31 AG 这个型号。那我们看看它其实呢这样的一个覆盖范围引发了美国非常大的恐慌，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讨论的就是日本是不是要部署中程导弹系统那他们的中程导弹系统叫做这个提风导弹系统，可以这个配备射程450公里。日本在这个地方，中国大陆我也把它画出来，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所以呢，画太大了，在这边。那日本其实如果配备了这个中程的这个飞弹，有450里，或者是有1600里的战斧的话，其实他说是足以打击中国大陆境内的所有目标。还不止如此包含了菲律宾。其实在前一阵子嘛，美国的中程导弹系统同样也是这个提风他们就说要留在这个菲律宾。所以他是不是就是从两面来夹击中国大陆呢？他开始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作为他第一岛链的这个防护罩嘛。所以看起来现在这个中美双方的空战是不是开启了序曲就经由这样双方中程的导弹或者是洲际导弹的这个部署，看出了这新一番的角力。那再来军演也是同样让大家感觉到说针锋相对日纽澳3国的军舰通过了台海，在昨天有这个消息出来，然后人家讲说是岸田文雄刻意在卸任前夕做这个决策来显示出来日本过去提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那近年以来呢，其实包含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土耳其，我们这个台海已经变成了这么多国家来来去去的这样一个经过的点了。那最近再加上日纽澳的话，等于是已经有10国的军舰这样子通过台湾，真的算是前所未见的。那这是不是也代表着美国或是美方的联盟一直在挑起这边的一个紧张局势呢？因为每次有这样的穿越，其实中国大陆都是气得跳脚。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海军专家，他说看到日舰穿越台海，让大家想起了军国主义是不是复活了呀？是不是又要威胁跟这个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昔日那一种日本的军人侵华的那一种感受又再来了？那日本还要跟美国再举行4.5万人一起参与利剑25的大型军演，这也是俄罗斯的一个卫星通讯社的一个最新消息，就是说日本的防卫省有公布这件这个接下来有大规模军演的事情。那中俄也在进行军演，1个月进行了2次之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大洋2024，当时是说他们几大洋都跑遍啦，包含了太平洋然后北冰洋还有地中海跑遍了，甚至是这个大西洋全部都去了。那这是由俄罗斯主导，在9月10号到15号。那中方主导的又是新一波的演习也开始了，这是北部联合2024的演习。那主要演习的地方就是冲着你日本嘛，包含了远东那我们看这个消息是讲说，鄂霍次克海演习当中那其实包含了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舰队的这些舰员，他们也在海军演习的框架里面，在鄂霍次克海
演练了机动以及对空防卫的一些相关任务。那甚至中俄的外长也最近在碰面了。网友提到说，坚持友好就能一往无前。那他讲法是说，其实呢，包含了战略协作、互利合作，甚至是说，今年其实我们看到中俄的这个海上联合巡航已经有5次之多，是不是因为美国一直在这边挑起了一个敏感的状况？这个美国的联盟一直在针对中国大陆，也使得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走得越来越近，要做一个反击呢？那另外我们看看《华尔街日报》就讲说，是不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大陆这个洲际弹道飞弹，要赶紧来唱衰一下？中国大陆没那么厉害啦。他们就讲说，哇，这个其实有新的核潜舰在武汉长江沿岸那边就沉没了。那他们讲说，这是在这个新型的这个核动力潜舰发生事情，大概在5月底的时候呢，地点就是在武汉附近的武昌造船厂。然后说，大陆觉得很丢脸，所以对外没有公开。可是这个消息其实我们在7月多也就看到了，就是那当时这事情出来也就过了，也没有人在后续讨论。那现在你这个节骨眼又再拿出来说一次，就一直在好像冷饭热炒。因为中国大陆其实并没有证实这个消息，倒是美国一直拿起来说。那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中国大陆驻美大使像路透社透露没有可以公布的相关消息，也有人在讲说奇怪了，过去其实好像这个核潜舰也都是在渤海制造啊，怎么会突然跑到武昌这边去呢？那是不是刻意要唱衰中国大陆，变成因为这个你们洲际弹道飞弹这个事情让美国没有面子，赶快这个日本去经过一下台海，我们赶快放一些消息把这个事情盖过去，这样子我们美国没有输，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呢？那但是事实上我们来比较一下，中美的造船业现在有一个惊人的差距中国大陆去年接了1500笔的新船订单，但美国只有5艘所以连美国的众议员都讲说，这个显著的差距是不是也代表说，我们现在美国在这个军事上面的动能也好，或者是实力也好，已经被中国大陆远远超越了呢？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这个日本军舰，据了解，他们跟那个发射洲际导弹的时间几乎一样。那他们并不知道要发射洲际导弹，所以日本有点向美国抱怨说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事实上，美国有跟澳大利亚讲，因为中国基本上只跟五常做通知嘛，这个是五常的默契啦，就是有核弹的国家，那你要试射，你就会跟美国、俄罗斯、英法通知。可是美国并没有跟他的盟邦讲，据了解有跟澳大利亚讲，所以纽西兰也知道因为日本那个3艘军舰进来是日本先进来，然后澳纽再进来那日本事实上内部也有一些人在批评说你怎么会笨到用这个时间进来呢？那你这个就会额外升坡啦。好像我是好像故意在反制你，是不是？事实上，中国大陆射远程洲际飞弹跟日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第一时间那个飞弹就已经超过领空100公里了，对，所以根本跟你无关啦，跟台湾也没有关系啦。这个就好比人造卫星，我不用通知你一样那基本上是这样啦，就是这个是1980年中国大陆射东风5那个时候是这个叫全射距啦，全射距就是完真的那1980年之后，中国几乎都在内部射那几乎都在西北地区嘛，或者是内蒙，对内蒙地区那这次就是完真的而且这个燃料可能没有完全装满所以它设定就是打到12000公里，那事实上它基本上可以打到15000吧。那你如果是在华北那边射，循着地球轨道，基本上可以打到纽约那个事实上跟地球转的方向有关你如果从华北发射，就可以打到纽约所以我觉得比较耐人寻味是为什么选这个时间而且刚好选在美国的义勇兵发射失败之后，而且俄罗斯也失败因为最近美国跟俄罗斯都做了长程洲际导弹的试射，都失败，让他这个时候射，那结果他成功
我觉得这个恐怕是在秀肌肉啦。那这个秀肌肉，我觉得它有它的特殊的战略的意义啦。就说啊，你们是不是忘了，我也可以射到你啊？那这个是一种战略威慑啊，那就要让美国好好想一想，你认为你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你进得来吗？我都可以射到夏威夷南部了夏威夷南部事实上，这个大概就是美国的假想敌射最远的一次了啦。因为美国就是把中太平洋还有这个以东都视为它的地盘嘛。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大家不要低估这个战略意义啊。我认为我们的时间拉长一点，你可能就会看到美国的五角大厦开始重新思考它在东亚的布局啊。所以这个搞不好还跟台湾有关系啊，就是它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博弈啊，就等于是加入了一个变数啊。因为以前啊，美国内部一定有很多人啊，就觉得中国大陆那是骗你的啦，他都在内部射啊。因为1980年之后44年没有搞过真的射那这个是全射剧让你看到了那我觉得会影响美国内部军方的战略的盘算。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他在亚洲的布局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好，来请教赖老师。大陆这一次的发射它是不是试射它是发射，所以它是实兵实弹演练，但是模拟核弹的一个装置，所以是你可以把它说成为哑弹就是没有核弹头的核弹那它是现役服役的军队接到命令拉出去就打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只通知美国，所以它是针对美国，其他的不相关的国家所以他就没有通知。对，那他告诉美国说我在什么时间我要打这枚导弹，那就看你的情报能力能不能掌握得到。那他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掌握反情报的能力，看你美国掌握多少的我的导弹的发射。所以我想很多观众朋友看到有人画出那条线，那都是假的因为那条线我们没有人知道它的发射点是从哪里发射，那都是揣测也有人说从海南岛或者从哪里去，没有人知道，因为它就是一个火箭兵接到命令，然后出去就打了。所以对美国人来讲，他也无法掌握你的真正的发射点在哪里。美国也想掌握，但是不一定能掌握。型号是东风31AG对，也不确定，也不一定，也不确定。到目前为止，任何官方的都没有证实，也问了大陆的军事专家，他们也不敢说这是 A 或是 AG，都不知道但是重点是在于确定的一件事，就是机动的，也就是拉出去就打。那对于美国人来讲，什么时候才能掌握到？那这个是就美国的官方才会知道，五角大厦看他们的雷达，他们的卫星什么时候侦测到这一枚导弹，在什么时候出现。大陆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告诉你美国，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反制能力，基本上来讲是没有反制能力。而我这款导弹还不是最新的，因为我最新的导弹还有东风41，你也知道还有东风5，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款比较旧一点的，但是并不是太旧，但我还有更新的导弹，我不但可以用机动的，有轮型车辆的，我可以用轨道的，我甚至可以用潜射的，我可以用空射的各种导弹，所以你美国本土都在我的核弹的攻击的范围内，基本上你是拦截不下来的。我想这是释放第一个讯息。释放这样的一个讯息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如果你在菲律宾、在日本射中程的弹道导弹，一般来讲，中程的弹道导弹，你一发射，我们第一个时间合理的判断是你发射核弹。我们不会认为你发射中程的弹道导弹是常规弹头，很大一部分都会判断是核弹头。在这样的情形下，以大陆来说，它第一个时间的反应就是核反击。那核反击当然就针对于美国的战略城市进行核反击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有装设中程弹道导弹的这些国家进行核打击。所以如果你菲律宾
的这个美国放在菲律宾的这个中程导弹不撤，那中国的核弹绝对瞄准菲律宾。如果你未来装到日本上，那也绝对是瞄准日本。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核威慑力的一个展示。而大陆现在告诉你，美国就是我有完全的能力，随时已经可以发动攻击。那问题就在于你信还是不信？你如果信，你在菲律宾，你在日本，你就想清楚，你在做战略决断。好，来请教严老师。我想如果我们今天看这个台湾海峡最近经过的这些各国的船舰那日本当然是最敏感的一个，因为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子赶走台湾海峡通常他都是走台湾的这个东边的。那表示说，我们看这些7个国家也好，或者是说包括美国要参与跟最近互动的国家，你看，如果说我们今天看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甚至是荷兰跟土耳其。这些全部都是北约的国家我还没有看到一个，譬如说欧洲的国家不是北约的跟着美国跑，就是说表示北约的国家可能美国会要求他们说，你们也来亚洲，我们再搞亚洲的北约，所以他们都来亮相了然后另外日本当然是美日也有一个安保条约，然后下面是澳纽嘛，美国跟澳洲现在有一个这个AUKUS那所以说表示说这些全部都是美国条约的国家，那他都来了，那会不会以后还会更多？所以美国今天这个态势就跟冷战时期是一模一样那时候是北约对抗华沙，那还没有把亚洲的国家扯进去，当然有围堵譬如说包括我们看到就是用这个东南亚公约也好，或用中部公约也好这些围堵是有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就又回到那个冷战时期。但是那个冷战时期我们看到，其实中国跟苏联是有矛盾的。那从1950年代开始，其实美国人就发现，好像他们就搞不太好嘛。后来到1958年，苏联就把一些工厂给撤了，所以季辛吉才会说找到了中苏之间的矛盾，然后开始在美国，然后开始分化。结果现在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跟俄罗斯是第2、第3，你应该去分化，结果你把他们送作堆我觉得美国有点搞不懂它，就是你的冷战思维，你还有一个季辛吉晓得，就是说来挑拨离间也好，或者利用这个矛盾也好，我不相信中国跟俄罗斯没有矛盾。可是美国好像完全没有想要在这个当中然后创造出一些矛盾来分化他们，反而是硬是把他们给送作堆。那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现在就处于一个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对抗紧张。那南海现在变成大家都来都来玩了，那下一次我们是不是要派一个那个就是我们的船只到南海，就是观察各国的这种舰队经过的情况就好像当做一个这个观光团一样去看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来看一下现在目前这个顿内茨克跟红军城他们现在的战况那俄军他们现在已经占领了顿内茨克东部呢，有这个乌克林斯克，还有这个他们现在有2个城市我们现在在这边就标注一个，所以顿内茨克这边又有2个城市拿下来，离红军城又更加接近了，所以他们就判断就是说可能在这几天或是几周之内，红军城可能就要陷落了。那目前这个乌克兰的军队还是在死守当中，但是呢，这个胡利达尔这里这附近其实已经有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在这边对于乌克兰的武装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夹击就是上下夹击的这种情况。那还有他们的一个包围大乌东，用一种轰炸的战略在第聂伯罗以及扎波罗热这2个地方，也就是红军城的后方呢，他们就有一波的这个轰炸，还有包含了哈尔科夫也持续在轰炸当中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用一个大轰炸的状况来包围大乌东。那第聂伯罗也是我们之前一直讲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地点，如果他要拿下第聂伯罗的话，可能就是他要的就是
这个涅伯河以东这整块了。那我们另外也看到这个地图显示出来，这就是俄罗斯用无人机对于乌克兰产生的一个轰炸。所以你看很明显这个从这个图看起来更清楚，这就是一个大乌东他们现在要拿下的整个区块已经不再是只有顿巴斯了，他现在要的更大更多了。那再来看看库斯克，库斯克就是在俄罗斯境内这边库斯克那库斯克现在其实呢，乌军已经失去了6个重镇。那还有专家讲为什么这么惨烈呢？因为乌军不愿意放弃库斯克，还不断的加码增兵因此使得比较好的装备好的机动部队都大举的投入到了库斯克。那结果呢，俄罗斯也在增援野战部队，导致这个乌军在这边的攻势停滞，甚至呢在乌东的战场反而被反推一波，就是等于从基辅而来的所有的精锐部队是往库斯克去。那俄罗斯从这边推进，同时库斯克他们也加派了就是大概6-7万人所以看起来并没有站在就是对于乌克兰有利的这一面，所以现在又掉了6个重镇，看起来是不是真的就是在这未来这几天之内可能就会产生逆转的翻盘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来对比一下俄乌两国的经济其实是两样情有一些外国媒体在讲说，因为这一波俄罗斯的打击呢，都是对于乌克兰的能源系统进行打击。其实从2022年当时开始的时候，它是尽量避开这些能源设施的就是说，它只是一个特别军事行动。但是后来升级到变成战争之后呢，它这一波打击都是朝能源设施来攻击。因此外界推断，对于乌克兰来说，2024到2025这个冬天恐怕是这个乌克兰现代史上最糟糕的冬天最好的情况可能在冬天可以每天有4个小时是没有光照，但是糟糕的情况可能每天要关灯20个小时，只有4小时有光照。那反观呢，对于俄罗斯来说，有一些外国的媒体讲说，怎么俄罗斯受到了很多制裁啊，或是通膨的影响啊，但是呢，经济仍然维持成长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仍然握有这个天然气。那你看普丁有在讲说现在他们俄罗斯的能源主要是出口到他们一些友好的国家，甚至有30%-40%的这个原本要卖往欧洲的这些天然气，因为不是北溪受到影响嘛，所以他们现在开始要透过其他方式往这个东南亚，甚至是往中国大陆来贩售那所以他们的经济仍然是维持成长的情况。我看这篇报道里面还讲到说，有一些本来在俄罗斯投资的一些商人都觉得说，这个状况可是受到制裁可能会很忧虑，结果没想到好像整个来说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在国内反映出来有什么样的差异只是说他们一些零件啊从欧洲来从美国来，他们现在开始转往向中国大陆来购买。那甚至中国大陆也加速了去美元化的进程7月份的时候，人民币占中国大陆跨境支付已经突破了53%，也就是这一场战争加快了去美元化，甚至是全球性的去美元化。那对于乌克兰来说，现在还是希望美国能帮忙。美国到底对于乌克兰来说是不离不弃，还是在吊胃口呢？你看拜登现在又承诺要再加码提供乌克兰将近80亿美元的一些军援新型的长程弹药，但是要不要给予这种远程的这种飞弹他现在声明是只字未提。那你看川普就酸了，讲说你泽伦斯基是个推销员乌克兰是拒绝用领土换和平来酸他所以他说其实早就可以让这个乌克兰换取和平了，可是你现在却搞得乌克兰是一片废墟。那哪怕是这样子的一个批评他们接下来几天还是要碰面，可是这也反映出来川普对于泽伦斯基至今为止最直白的一个批评了。那是不是也代表着共和党现在对于泽伦斯基的不满呢？因为你看泽伦斯基去到了宾州的弹药工厂引发了川普阵营的愤怒就想说这你是现在靠向了民主党吗？甚至呢他们还觉得说接下来的一些这种的外交部门安排违反行政中立，甚至要呼吁泽伦斯基要解雇乌克兰驻美大使。看起来共和党好像不挺泽伦斯基了嘛？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现在战情？也不能说共和党就是川普了。因为川普说他只要一当选，从11月5号之后，他就要开始斡旋和谈嘛。而且川普其实选前很少人把立场讲到这么白的啦，说你就割让领土来换和平
这个就是以前马斯克讲的话嘛，那个特斯拉的老板。可是他现在不割让，感觉失去更多了。当初如果顿巴斯，我跟你讲啊，乌克兰现在内部的民调65%反对割让领土，尤其是军人完全反对停战，因为乌克兰只要停战，这些军人就失业了，那他们现在是领美元的薪水啊，所以我跟你讲，这里面有很多利益啦。那川普把话讲到这么白啊，我觉得就是摆明了泽连斯基挺拜登嘛。就是他希望贺锦丽当选嘛，我觉得他一定会这样做了，因为那个川普摆明了就不给钱了嘛，所以你看拜登就立刻开了一个支票，说我再给你80亿。事实上11月5号之前会给吗？我严重怀疑了啊！我认为拜登也是选举动作了，说我会给你80亿美元啊，就好像欧洲啊，欧洲说欧盟啊，冯德莱恩对泽连斯基说。我们会给你350亿欧元，那请问给了没啊？如果没有给，那如果给了啦，那为什么乌克兰的还要担心发电不够呢？就它的公用设施被破坏的很厉害嘛，那电厂修复当然要钱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在玩政治了，现在真正的我们说真正的军事是什么？就英国，你真的敢给乌克兰那个暴风影这个飞弹吗？你真的敢给他打到俄罗斯境内吗？这个才是真正的较量嘛。因为俄罗斯目前对英国已经开始放狠话了，还拍了个影片的。他说欧洲有核的国家，我就把你当作核攻击，不管你是不是对我做核攻击啊，那你就看着办吧。那我认为法国不敢啊。因为这个导弹有两个，一个是法文的，一个是英国的啊。那英国说他要提供，那现在那个史凯莫又不讲话了啊，所以我想这个才是玩真的啦。那为什么川普会非常在乎啊？因为宾州有19票，大概就是这次总统大选最关键的州。那我认为川普是在做一个豪赌啦。他认为10月啊，乌克兰的战场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那会对拜登非常不利，那当然不利就是对贺锦丽不利嘛。那川普为什么会做这个判断？我甚至怀疑俄罗斯会投帮他。因为我讲白了啊，目前就2个战场，会不会发生变数嘛？那拜登也希望以色列你跟黎巴嫩可不可以停战3个礼拜，都拒绝。所以我跟你讲，现在纳坦雅胡跟普京。就是拜登最大的难题。好，来问赖老师。我觉得乌东地区的战局啊，我们这边一直在追踪，然后它的进度跟我们的判断其实是很接近。最主要是红军城的防御工事是很坚固的，我们有谈过，花了8年时间打造，但是它已经一直被压缩了啊。它的旁边的几个战略的乡镇都陆续的啊都被俄军所打下来。所以它的包围圈是越来越小。对，那眼看着它可能会撑不住，因为它后面的援军没到的话，它最终撑不住的时候，您所推测的就是往这个第聂伯河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就大了，然后再开始往北推。这个跟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交战的时候，就是说普丁他的目标应该不会那么的窄，他应该是第聂伯河作为天然的防线以东全部吃下来。那如果第聂伯河整个以东吃下来的话，对于俄国来说，它就拥有乌克兰最肥沃的一块土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地方的工业生产能力跟学术科技的能力是最高的，那就整个落入这个俄国之手了。那第聂伯河以西是农业大区，它基本上来讲经济的附加价值是比较低的，更何况它的农产品跟欧洲的国家是相互矛盾的。那如果海岸线又出不去，它一定走内陆的话，那乌克兰以西的乌克兰未来将会跟欧盟产生最大的矛盾。那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普丁他在他的战略布局中，他希望能够看到未来的乌克兰跟这个欧洲的东部，尤其东欧、南欧甚至中欧的农业的区域产生尖锐的矛盾。那这样的话，他们将会永远敌对啊！这个就是
这个普丁目前的一个做法。那本来一个政治领导人就要懂得这个损害控管，也就是说要有止损点。当时俄军打得并不顺手的时候，其实中方有提出一个主张也就是说赶快就趁这个机会来谈和。普丁也有意愿，但是我觉得泽连斯基错失了最好的时机，听从美国的结果，我们今看到他沦落到今天的这个下场。今天这个下场对于乌克兰人来讲是很不利的，对于整个欧洲的国家都不利。那现在又要回过头来再去想说割地求和，我想这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已经由不得你了。好，来请教严老师。我觉得刚刚亮哥跟这个赖老师讲的跟这个泽伦斯基的判断好像有很大的距离他还提出一个可以打胜仗的一个计划那我看到泽伦斯基提出计划，然后美国是要给钱，我想到我们这些教授跟国科会提计划一样就是看能不能拿到什么钱，然后国科会说这一个器材可以给你，那个器材可以给你，哪些器材不可以给你？你这个计划到底可不可行那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给计划的一方他是老早设定好，就是要给你。那但是还是要你提出一个计划，我可以去说服我的国会，说你看他还有一个胜利的计划。甚至我看泽连斯基提的计划是要把这个半岛这个是什么？克里米亚都要拿回来的这整个都全部拿回到。那我当初我觉得我是最早一开头就讲，我说你认赔杀出这个克里米亚没有了，乌东呢你少了这4个省就算了其他你可以保住可是呢，现在看起来你如果现在谈，如果普丁还愿意，你就就是让那些走，然后剩下的有，我觉得总比未来失去更多要好。可是泽连斯基，我觉得也是为了他自己，可能他也觉得这个他有一个使命感。我觉得跟内塔尼亚胡都很类似，就是一意孤行到一个地步。那刚好美国也有点在配合他现在的民主党政府，也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不能让他在这个11月5号之前垮台所以任何的承诺都要给他，让他继续做他的实验，就是有可能会成功，因为他认为说，假如让他继续做，他搞不好可以要得到钱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大概这样。那至于在宾州这个问题，绝对是今天你去民主党等于是提供泽连斯基说你在这个宾州这边这个有机会还可以有一些采购的有些弹药工厂，那就创造工作机会嘛，那个就是绑票嘛就是等于说宾州有些票如果今天美国继续提供乌克兰东西，那他们这个就可以看我们未来这个几年都会继续有这些这个生产的这个订单对，然后就会有工作，所以难怪川普会很生气。可是我真的觉得亮哥讲的没错，今天普丁跟这个我是想的讲相反，跟这个内塔尼亚胡他们都是川普的助选员他们不是要打倒这个，我觉得当然他们是要打倒拜登然后贺锦丽，可是更重要的是他们跟川普的关系，就觉得说我们今天只要撑过让川普赢得选举，对我们都有利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来看一下纳坦雅胡说话他怎么讲呢？他说以色列将会全力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实现所有目标之前不会停止。这一番话是要喊给谁听呢？就是美国、法国你们不是在那边讲说要停火21天吗？那这个美、法、德、沙等12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他不理会，他说呢，这个提议我拒绝，因为呢，现在你美国不是给了我87亿援助嘛，所以
所以我为什么要停火呢？你都给我援助了，我继续打下去啊！这个现在赢面在我手上嘛，现在这个整个黎巴嫩被我打成下一个巴勒斯坦了，那为什么我要停？所以呢，就凸显出来，华府并不愿意把这个军援当成要求停火的筹码，人家觉得很奇怪啊，你应该要求他停火，你可以说否则我不给你后续的援助嘛，你应该拿来做筹码。结果，我照样给你给，那我良心啊，温馨提醒你要不要这个停火？那人家当然以色列现在不会甩你美国嘛。那所以我们看到了又有第4波的攻击了。对于黎巴嫩来说，这一个礼拜甚至这1-2个礼拜啊，这非常的难熬，就是已经遍地烽火了。除了再炸这个贝鲁特首都之外呢，还接连这个连接叙利亚跟黎巴嫩的桥梁也炸了。那因为他们讲说怀疑叙利亚把这个武器运给了黎巴嫩，所以这个连做法，这个叙利亚一样也要炸一下。所以他们大概今天就发射了至少57枚的飞弹。以色列的防长加兰特最近大家也都认识他了，他就说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任务要完成啊，要这样子炸你是什么呢？因为呢我不把你炸远一点呢，我北部的居民不能够安心的回来，你变成是在他隔壁嘛，我的居民会不安心，所以必须要这样子炸一炸，然后让这个真主党失去平衡，加深他的困境。以色列都是本位思考来想自己的事情哦。那 CNN 就分析了，因为以色列已经准备好要从地面进入到黎巴嫩，他说恐怕这一次的进入也是会大片的土地落到以色列的手中。大家原本都没有想到说，以色列除了要这个巴勒斯坦的土地之外，竟然连黎巴嫩土地他都要顺便拿下来哦。所以这个等于说 CNN 替他曝光了他们的一个心里面的盘算。那再来，黎巴嫩看起来就更惨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可能半岛啊，或者一些相关的报道，他们讲说，其实这一个星期以来已经700死了。700死哦，还不包含受伤的人哦。黎巴嫩的外长就讲说，这根本是在威胁整个中东地区哦。以黎边境的冲突将会吞噬国际和平安全，它已经变成一个像黑洞一般的。那以色列正在系统性的破坏黎巴嫩的边境村庄，当前的危机源于以色列的占领。那他们现在目前有9万人呢，赶紧在逃离。联合国的统计就说，现在有4万人躲在学校里面寻求庇护啊。那逃亡的人甚至讲说，他们在逃亡的时候看到街道上到处都是血哦，甚至有孩子这样子满身是血的躺在你的旁边，他可能奄奄一息，但是还有一席就是一席尚存，可是你却无能为力，你没有办法救那么多受伤的这些老弱妇孺们，这是让大家听了觉得非常的鼻酸呢。又再一次黎巴嫩又成了下一个巴勒斯坦了。那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因为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也进行了一些反击，他们有发射了一些火箭跟飞弹哦。那以色列估计真主党大概有15万枚，但是他们现在目前发射了数十枚的火箭弹，可是军力上面恐怕是跟以色列有非常悬殊的差距。他们就讲说，以色列的民众哦，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用最高等级的红色警报，相隔18年再度发出来这个红色警报，那他们的民众就这样半夜看星火，就是看到铁穹啊不断的这样拦截所有要打向以色列首都的这些飞弹们，那甚至包含了海法，他们也去攻击，可是好像没有对以色列造成威胁，那以色列更肆无忌惮了。那所以美国媒体也在讲说，这个真主党呢，可能接下来还会带有一些重型弹头的导弹哦，也会动用起来反击以色列。那是不是代表中东大战真的快到了？昨天我们讲说，拜登讲说恐怕没有办法避免中东大战嘛。那的确，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对于以色列进行反击了。我们来看这个态势哦，伊朗啊、伊拉克、黎巴嫩，还有巴勒斯坦、也门。那当然，现在黎巴嫩跟巴勒斯坦是主要被以色列攻击的2个国家，但是伊朗、伊拉克这些开始有动作。伊朗的弹道飞弹也提供给黎巴嫩做一个反击哦。那甚至人家这个半岛在讲说，因为伊朗一直以来好像都呈现说不太想卷进战争，都是喊而已比较多。但是这样子的做法会不会迫使伊朗改变做法呢？伊朗现在目前为止还是希望说能够透过经济或外交的方式对以色列施压，来暂停这一场战争。但是会不会逼急了让伊朗也参战？这是大家在关注的点。还有也门的飞弹哦，因为青年运动它力挺真主党，所以也门的飞弹也打向了以色列这边。那我们看这伊拉克跟巴勒斯坦现在也射了一些飞弹来攻击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总统甚至讲了一番狠话，就说这都是美国人造成的。我们来听一听。
أمريكية دولة ديمقراطية في العالم أو أكبر دولة ديمقراطية في العالم عطلت 3 مرات مشاريع قرارات مجلس الأمن تطالب إسرائيل بوقف القتال وإطلاق النار. أمريكا لوحدها وقفت وقالت يستمر القتال باستخدامها الفيتو، وفوق ذلك زودت إسرائيل بالأسلحة الفتاكة التي قتلت آلاف المدنيين والأبرياء من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وهو ما شجع إسرائيل على مواصلة عدوانها。好，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觉得以色列大概包括纳坦雅胡，也包括他大部分的民众啊，这个民调可能有70%哦，就支持毕其功于一役了，就是用最短的时间把哈马斯真主党的力量给压下去啊。那加沙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他占领了费城走廊，那事实上他占领就是违法的，因为1975年以色列跟埃及签了一个协定。这个地方是要让埃及来防守的，那结果他现在把人家占领了，那他也没有要退啊，他要用重兵防守。那加沙内部你也可以看到，他把大城市全部毁掉，然后现在要重建加沙城嘛，那要让以色列的屯垦居民进来，然后周边建立缓冲区。那这个逻辑跟以色列北部是完全一样啊，就你刚刚讲的嘛，他要把黎南地区要炸出一个缓冲区嘛。那就是要把建物全部炸平掉了，比照加沙了。那到底有多大？有人说可能是30公里啊。30公里炸平了之后，以色列的军队就会进去。那这个也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因为2006年之后，黎南地区就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在那边驻守嘛。那以色列对埃及啊，对加沙的管理，那个费城走廊。还有对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对黎南的管理都非常不满，都说你们都管得太松啊，所以导致哈马斯跟黎巴嫩真主党实质上都变成老大啊。所以他决定要自己管，所以这次的本质应该是在这里了。就以色列已经不管国际法了啦，我管你埃及怎样，我管你联合国维和部队怎样，而且现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是中国部队。结果以色列就在中国部队前直接炸，没有炸到了，可是就在你面前炸，所以你就知道他已经什么都不管了。所以这里面当然最伤的就拜登啦。你去想一想，布林肯去中东多少次了？那现在突然之间承认我完全失败，所以你去想一想，这个国际会怎么看你嘛？可是我认为这一种打法，他可能短期在战术上他是胜利者了。可是长期你就是跟周边的力量全部结怨嘛，我就跟你讲，它是1打7啊，对不对？你这个黎巴嫩、伊朗、真主党啊，伊朗，然后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那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政府，还有加沙的哈马斯，还有也门的胡塞武装，1打7啊，那长期就会变成消耗战嘛，因为这些力量不可能服气的啦，所以只是我现在一时打不过你。那大家就看着办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美国的军事专家其实也用了一句话来形容了，说你科技非常的精悍，然后战术非常的凶，非常的准啊，可是你在战略上根本没有一个局可以稳住嘛，所以这个注定就是长期抗战了，以色列不可能制造了这个局，然后其他人就算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来请教赖老师。美国虽然跟法国、德国等12个国家有一个联合声明，要求要停火21天，让黎巴嫩南部的居民有机会可以撤走，逃避战火。但是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所做的实际上的动作，却又是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个动作。美国政府所做的是鼓励内塔尼亚胡说尽快的加速你的军事行动。为什么？林肯号航母到了阿拉伯海，牵制了这个伊朗跟伊拉克，不准他们介入这个跟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另外，再赶派这个杜鲁门号到地中海去，就是要牵制叙利亚跟埃及，说不准介入这个战争。
所以先把以色列的很有可能的潜在的敌人对手啊，比较有实力的，先把它牵制住，然后接着再给以色列更多的钱，87亿美元，这是一波就是87亿美元哦，不少啊，2、3千亿台币啊，就直接拨给他，再给以色列武器弹药。以色列本来打这个加沙的哈马斯已经打到武器弹药不够了，其实它很大部分都是美国所提供的，所以美国先用2个军力把他们控制住，接着给以色列钱，给他武器，给他弹药，然后就是说不要打了。你有没有觉得这很讽刺啊？不要打了，其实嘴巴讲不要打，暗底下就说干，打下来。所以对以色列来讲，已经今天是第4天了，连续轰炸。那为什么要这样打？我们已经越来越看到以色列的企图心了。以色列的企图心，现在目前它完全掌控了加沙地区，啊，这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它整个吃下来了。那整个吃下了加沙地区以后，它现在只要留置少部分的兵力，就可以控制整个加沙。接着，他把他的主力往北打了。要打哪里？打黎南，打黎南可能会打到哪里？打到他所非法占领的戈兰高地的水平线，也就是说，黎南的戈兰高地的水平线往外切，也就是整个黎南地区了。所以这整个地区拉下来的时候，就是把真主党的力量铲平了，势力赶走了，他的建立又多了一块土地。我觉得以色列的领土的野心是越来越大了，先造成事实，然后不然你怎么样？有美国可靠，任何联合国的决议都没用，因为美国绝对会一票否决。好，那请教严老师。我看这个以色列，他现在希望能够在黎南搞出一块我们说缓冲区啊，就让我想起他们犹太人最恨的希特勒，在2次大战的时候。那个之前，他占领各个地区，他说我要生存空间，Lebensraum， 他说我要生存空间。那我觉得现在这个以色列也是啊，你在这个加沙也是需要，你在那个占领了戈兰高地啊，然后川普还承认这个已经不需要还给那个叙利亚了，这也是一个。这个缓冲区，那现在又希望在黎巴嫩创造出缓冲区，那你今天的心态是不是跟希特勒很像？而且我一直认为说，以色列确实你是被阿拉伯国家包围，但有一个国家在1950年代的时候也是非常危险的，1960年代叫做新加坡，它是华人的社会被印尼、马来包围，结果他自己创造更好的一个包容型的一个社会，结果印度人、马来人都说自己是新加坡人，但你今天以色列有没有办法让巴勒斯坦人、特别是阿拉伯人或者其他黎巴嫩的一些也觉得说，今天以色列你创造出这一块，你不是来抢我们的，然后我们大家都愿意在你里头也可以就共同活下来，共同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以色列要去想的，你今天即使杀掉这么多几百个，譬如说在现在看起来在黎巴嫩在真主党你杀了那么多，他们的小孩他们的家人以后会出来继续冤冤相报，不可能会停。巴勒斯坦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敌人是不断的出来。我觉得刚刚亮哥讲的这一句，就是说你今天解决了暂时的烦恼，可是未来你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可是你现在再有没有看到，在新加坡，在我们当年做，包括马来西亚什么排华，现在都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新加坡处理得好，包容性很够，那所以大家都平安和平相处。